嗨，姐妹们，我又出现了，我就跟随杨紫的脚步啊，就是她出现，我就会出现，大家不要烦我，因为这个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你真的是，我们那个白菊和这个李真同时都来了，我真的应接不暇。咱先说生命树啊，因为那个李真那个我看过原著，所以说心里有一个大概的谱。对杨紫的演技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就是这个生命树，咱也就光看了个故事梗概，也不懂它具体要讲什么。然后我从来对这方面也知识很欠缺啊，就是因为没关注过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以为就是那种保护动物啊，或者救助一些那个濒危物种啊啥的，我以为是这些，谁知道今天一看那预告片，我了个豆了，竟然还有枪战，而且就是说，没想到杨紫又带我认识了一个行业，就是巡山队嘛，就是无人区这种保护的这个，原来大家都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领域，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另一些大自然的生命。然后面对的除了这个环境的恶劣，还有这个人性的恶劣，真是就是本来是我一个不是太感兴趣的一个题材，因为我对这方面我的知识很欠缺，很匮乏，对这方面的关注度也很低。就像这种无人区啊、广袤无垠的那些，你让我看，我会感叹哇，好壮观！真让我去这种地方，你让我去玩，我都去玩不了，你更别说我要在这片土地上承担着责任去保护，拿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一些东西。就看个预告片，简直太震撼了！我的天，我又哭了，sorry 啊，这个期待值又给我拉满了。就是说，我本来不爱看这些题材的东西，我就觉得就是希望他们剧组顺顺利利拍摄，然后早日见面。再一个就是灰墨嘛，就是跟着杨紫真的长了很多见识啊，因为我就是个文盲来的，就是很文盲的一个人，就是一个盲流，就是每天就除了吃吃喝喝看看完睡睡完了之后就是毫无内容的一个人。但是跟着杨紫，我真是被迫的，就是说被迫的学了不少东西了啊，就是给我填充了不少内容。然后就是那个灰墨是，就那个墨其实是我很忽略的一个东西。虽然说笔墨纸砚，它墨至少排第2了吧，我每次我都把这个墨给搁过去了，因为我的注意力在笔、纸、砚上面，因为这个墨我真的很少了解。因为我以为那个砚是那个磨的，是那个就是他拿那个墨锭，往那个砚上面磨嘛，出墨嘛。我一直以为那是个杵子，你知道吧？就是把这个，我以为是那个砚出的墨，我一直以为这样。你看我多文盲一个人吧。然后我看了那个，就是说杨紫演那个要演这个家业的时候，我就去看这个小说了嘛。哇，我才知道一定墨的这个产生，竟然要经过那么多的工序，而且就是说，他对环境的要求啊，还有对一些原材料的要求都很高。什么炼烟啊、取烟啊，然后而且那个烟烧出来就是那么多原材料烧出来就取那么一点点的烟，然后那么一点点汇成一定墨，我的天，中间什么除导啊，就是那种揉墨，那叫什么锤墨呀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把它入到那个模具里面，那个模具也有各种各样的花样呀，你也得想办法得让它做的出色一点呀，然后有艺术性一点。然后对，还有熬胶也很重要，然后还有那个和墨，最后的和墨就看这个墨成不成，就在最后这一下子上面了，然后还得晾干。我忘了啊，我因为看太久了，反正就大概这么一个程序。我突然间发现，好像真的是你不接触哪行哪业，你就不懂其中的诀窍。当时完全被我忽略不计的墨，竟然就是说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这么久的时间才出那么一定，然后那个说什么黄金1两墨，我的天，我真是孤陋寡闻呐，真是跟着杨紫学了不少，懂了不少东西，而且这个是，文化传承大剧嘛，然后还有那个生命树，哎，一说到这个我又来精神了，我真的太气了，因为我最近我老觉得我最近插句题外话，我最近觉得我老幸福了，因为这个前段时间不是杨紫那个直播嘛，好不容易下山直播，然后还有一些物料可以看，就是还挺开心的。然后那个我喜欢的多多嘛，多多也出演那个水中之书，然后他妈妈给他拍了个那个视频嘛。vlog 视频 vlog 我还挺开心，然后我最喜欢的韩剧那个演员那个朴敏英也出那个剧行骗天下嘛，哎呀，我真的觉得我最近被这个幸福砸懵了，你知道吗？就本来他们这些人就是说一下子全消失，一下子全出现，就是说我就是有的饥一顿饱一顿的，给我有点晕碳的那种感觉，现在最近，然后
但是看了，还有那个全智贤不是也出新剧了吗？我还没来得及看，因为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我就光看这几样我就已经够够的了。然后全智贤那个我还没看，结果就看到他那个台词，我喜欢了他这么多年，我就因为这一句台词我就能脱粉，因为这个国家是最重要的，国家面前无偶像，我不管是不是冤枉他了啊，但是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说明他心里对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就觉得我们中国不重要。就没有抱着友好的心理。然后苏敏英那部剧里面啊，我本来也看着正开心呢，最新更新的那一集里面居然有什么阎罗王，就是说我看的为数不多的这个韩剧里面啊，就在各种各样的偷咱们中国的文化，然后进行一个给大家一个潜移默化的洗脑。我们中国人看当然知道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东西，那外国人看他又不懂，咱们的中医被他们弄成个韩医在韩剧里面播出。咱们的这些什么地府了、天庭了这些事儿、修仙的这些事儿，也被他们弄成什么韩国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也转化成，就是他们也有了。你个啊，我尽量不骂人啊，就是说他在潜移默化的进行，就是给大众洗脑，他就韩国小胖子就会整这些招数。所以说这个杨紫，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他的演技又这么好，就是说他选的这些剧又这么的有意义。在这么有意义的情况下，然后他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的情况下，就是说 buff 叠满了，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中国太需要这种把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传扬出去的这些东西。所以说，谁黑他，哪家粉丝就是说因为粉圈的战争来黑杨紫的，我通通给他打成叛国者啊！传承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些剧，你要是再因为粉圈战争给我四处抹黑，我真的不答应。我们真的很急需，在别人偷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捍卫我们自己的东西。你不要说觉得啊，我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别人不知道啊。问题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不知道，因为韩流的影响比我们中国的我感觉要大得多。因为那个韩剧也是，虽然它现在不行了，但是它毕竟它的那个影响力在这儿，好多人真的很喜欢看韩剧。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在这个上面扯后腿，好吗？更何况杨紫的演技没有问题，甚至更好。而且就是说，经过这个生命树还有这个家业的这个预告片一出来，我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吵了，你知道吧？我都不好意思骂别人了，我都不好意思骂那些粉丝了，就有一种高手，就那个武学最高境界。你去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你知道吗？我真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出手了，我都不好，真的是怕，不是羞辱你，你知道吗？我去骂你真不是羞辱你，你在羞辱我，你这杨紫太强了，吊打一切。Sorry， 他真的吊打一切。现在，你别说我现在是捧杀他啊，我真的是很实事求是的讲，他真的是就是热爱演戏到这种我都佩服的境界，他真的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他就是他的每一部戏，你都能看到他的进步，他的不同，真的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千篇一律啊什么的。你就是说他截的那些图，他啊都这么哭了，或者这么笑了，或者这么那个什么了，我拜托，他是演不同角色，他不是有不同的人，他不像孙悟空一样有真的72变，他能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当然的表情他是受限制的。这两部剧都在爱奇艺嘛，我真的也是直到我这个我又感觉我这个会员应该买的不亏，然后我那个糖鬼是不是我的糖鬼终于可以在会员里边看了，是一起上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那个糖鬼经常我也是经常当威尼斯人，这次终于可以看正版的。Sorry 啊，那个刘凌峰啊，对不起啊，苏无名真的 Sorry， 我真的是对你们很爱，但有限，像我这个文化一样有限。但不要质疑我对你们，能让我花钱的只有杨紫。但是这次可以蹭一下了啊，因为咱要买会员了，咱要买会员了，终于可以看有弹幕的这个《唐朝诡事录》了。好，那我们就下次无聊见，或者是剧播出的时候再见喽，拜拜，想念你们。